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很明显，冯绍峰和赵丽颖当初结婚是因为小刀怀孕了，赵丽颖确实想结婚，可两人在感情处理上存在明显分歧。赵丽颖与冯绍峰的婚姻更像一场无奈的妥协，事业与家庭的分歧，舆论压力与怀孕催化，让这段关系从开始就埋下裂痕。娱乐圈的光鲜背后，藏着多少身不由己的体面？你们说说，这世界上最奇怪的事是不是结婚不是真的爱？哪像冯绍峰和赵丽颖那段，明明就像是被逼着结的。说实话，我昨天看到新闻，冯绍峰和赵丽颖宣布结婚时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两人的结合明显和爱情关系没多大关系，更多像是不得已的选择。你别不信，我心里还在想，到底是谁在逼谁？是那种压力太大，还是家里催得太紧？仔细一扒，当年赵丽颖其实是主动想迈入婚姻的，这不是我胡编乱造，是有渠道的消息都说了，她一度还盼着赶紧结。可说实话，这妹子是真想稳稳当当的，但是不是因为压力。那个时候她还刚火起来，手里接连拍戏，事业正旺。可丈夫冯绍峰怎么看？似乎心里早有盘算。公众场合彼此笑得还算甜美，私下里难免有摩擦。有人爆料，感情上存有明显分歧，一个要拼事业，一个更稳家庭，结果就是情感逐渐变得复杂。我追了追他们的结婚时间线，原本转得风风火火，突然消息一出，是即将迎来新生命。你别说，那时转得沸沸扬扬，说是赵丽颖怀孕了。别的不说，这一招在娱乐圈几乎成了标配。小刀怀孕绝对是个催化剂，她自己倒还挺坦然，随手发个微博说会为了家庭努力，但我看啊，心里明白，这全是愿望和压力夹击的结果。关键在于，赵丽颖是真的想要结婚，还是被逼得没办法？别人说她是顺着时代潮流走的，毕竟娱乐圈的婚姻要怎么看都挺复杂，尤其是那个时期。她确实挺渴望稳定，希望有个归属感，可当你看她和冯绍峰的互动，有时候你又觉得她是不是在忍？那种你要姑且应付，别人都在看的感觉，你感受到她的无奈了吧？但是冯绍峰又怎么想的？其实他也是压力山大，戏里戏外，媒体、粉丝都在催着赶紧结婚。说实话，那会儿的娱乐圈谁不想早点稳一稳？可问题是，结婚的决策是不是纯粹为了应付？我觉得可能更像是一场大家都在催，而双方都知道这个关系其实丸子里加了很多尴尬和无奈。还有一个细节我特别想吐槽的，那次赵丽颖怀孕爆出来，她还挺坦然的在微博上说为家庭努力，可那背后的心理压力谁知道？你知道的，娱乐圈里要找个真心愿意陪你走完一辈子的人不容易。她明明也想要个完整的，可环境逼着她做决定，她的考虑公司、事业，还有自己的人设。这段婚姻是不是一个压力下的妥协？我猜大概有70%的人心里都知道。你别说，到后来感情上的裂痕也逐渐暴露出来。不是我爱猜测，但从外面看，他们也不像那种一眼就能看穿的情侣，更多时候是表面模样还算和睦，心底却各有心事。这也就难怪后来被转得沸沸扬扬，说两人其实早就有心结。可笑的是，外人就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上大讲真爱，殊不知多少明星愿意拼命撑面子，维持那份大家都羡慕的幸福罢了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明明都知道了，当初结婚的原因不过就是个压力的叠加。赵丽颖确实想结，但那确实不只是想，里面夹杂了好多难以抉择的苦水。
两个人就像是站在一道十字路口，不得不走一条看起来还算体面的路。而他们的感情是不是早就变味了？谁知道？到最后一幕，也不过是没办法的办法。真心的事，谁都不说出口，但我总觉得那场婚姻不是甜的，也不是真正的喜欢，只是一场无奈的完成。你就算再不相信，也得承认，在那个节点，冯绍峰和赵丽颖的结合，靠的是什么？大概是社会的期待，粉丝的买账，还有他们自己心里都明白的那点不得已。这也许就是娱乐圈里最真实的一面，明明可以追求真感情，偏偏要装的一切完美无瑕，结果牺牲的其实是彼此的青春和单纯。你说，这样的爱情究竟值不值得？或者说，最后是不是都变成了一张不能拆散的压力牌？我真是觉得，有时候人活着没有选择，只有不得已。谁又能真的在娱乐圈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？大概没有吧，最多就是勉强活成舆论想要的模样。2. 赵丽颖、冯绍峰因2.5亿学区房彻底闹翻，儿子教育分歧引爆豪门财产暗战。近日，赵丽颖与冯绍峰因儿子想的上学问题彻底撕破脸，一场围绕教育选择、财产分割与家族利益的拉锯战悄然打响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矛盾的导火索是上海一套估值高达2.5亿的顶级学区房。冯绍峰母亲坚持让孙子在上海接受贵族教育，而赵丽颖则希望带儿子定居北京，双方僵持3个月未果，最终演变为财产清算与股权博弈的豪门连续剧。冯家是上海传统商人家庭，对家族传承极为看重。冯绍峰母亲早已为孙子规划好上海某双语贵族学校的路径，认为这不仅能奠定孙子的精英圈层基础，也更便于冯家对孙子的陪伴与管教。然而，赵丽颖作为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北漂代表，更倾向于让儿子在北京接受教育。她认为北京的国际学校资源更丰富，且能让孩子远离家族过度干预，拥有更自由的成长空间。这场北上之争看似是教育选择，实则是家庭话语权的博弈。有业内人士分析，赵丽颖近年来事业重心稳固，经济完全独立，她不愿让儿子被冯家的传统观念束缚，而冯家则希望借孙子维系家族影响力，甚至可能涉及未来财产继承的布局。双引号。据透露，两人名下共有9套房产，其中3套登记在儿子名下，但实际控制权仍由冯绍峰家族掌握。冯绍峰曾提出重新分割财产，并以停掉儿子每月15万码数培训费施压，试图迫使赵丽颖在上海学区房问题上让步。而赵丽颖的反击更为犀利，她要求彻查冯绍峰是否在婚内通过公司股权变动向母亲转移资产，直指冯家财产运作的灰色地带。网友扒出的时间线显示，冯绍峰此前被拍到与一位女高管密会，尽管双方均辟谣称是商务会谈，但巧合的是，该公司股权恰好在那段时间发生变更。这一发现让舆论瞬间炸锅，表面争学区房，实际是防着财产外流。双引号。这场争执背后还隐藏着更复杂的资本布局。冯绍峰家族长期涉足房地产和金融领域，而赵丽颖近年也通过投资逐步构建自己的商业版图。有财经博主分析，若儿子随赵丽颖长居北京，冯家对孙子的控制力将大幅削弱，甚至可能影响未来家族资产的分配。尽管双方粉丝各执一词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段婚姻的终结早已埋下伏笔。从闪婚闪孕到事业轨迹的渐行渐远，再到如今因孩子教育彻底决裂，豪门婚姻从来不只是风花雪月，更是资源、阶层与权力的精密计算。结语：谁的为你好，才是真的好。在这场看似狗血的闹剧中，
最令人唏嘘的，或许是孩子成了成年人博弈的筹码。当教育被捆绑上亿资产，当亲情沦为谈判条件，所谓为你好的背后，究竟是谁的野心在涌动？或许正如网友所言，顶级星二代的起点，却是父母撕扯的修罗场。这场纠纷至今未有定论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孩子的成长之路早已被刻上了豪门博弈的烙印。